大夏皇帝陛下，这便是我北莽勇士的蹴鞠。看来贵国的蹴鞠更柔弱些呀！放肆，大胆狂徒！陛下面前休得无礼！哼，本使可是带着国书来的。我们大汗说了，3个月后的正式大洋赛，你们大夏能在蹴鞠场上赢了我们，边境3城，我们双手奉还。可要是你们输了，那这3城可就永远划入我北莽领土了。今日这只是友谊赛，算是给你们透个底。周廷，给朕拿出真本事来！白鹤亮翅，彩蝶穿花，魁星踢斗。不愧是赵世子，这绝技当真赏心悦目啊！花拳绣腿！世子，太医，快传太医！陛下，如此看来，3个月后的正式比赛都不用比了吧？免得你们的人在场上丢了性命。满朝文武听令！3个月后的正式比赛，谁愿领队替朕应战北莽？怎么？平时你们在朝堂上口若悬河，如今连一个敢踢球的人都没有吗？兵部，你平时不是叫嚣着要踏平北莽吗？陛下，老臣腿脚不利索，这蹴鞠非老臣所长啊。礼部，陛下，蹴鞠乃奇技，蛮夷不懂礼数，胜之不武。闭嘴！朕现在要的是能赢球的人，谁能给朕把面子挣回来？谁？我操，这踢的什么狗屁玩意儿？退钱！逆子，你给老子闭嘴！我不是在喝酒吗？怎么一睁眼跑古装剧来了？大夏国，京城第一纨绔，我前世堂堂一个体育生，外加上骨灰级的足球狂热爱好者，居然穿越了，而且一穿越就看到了让我这个足球人血压飙升的名场面。爹，你别拉我，这他妈是踢球，搁这演杂技呢！陛下恕罪，犬子昨夜饮酒过量，得了失心疯，满嘴胡言乱语，臣这就把他打死带回去。此乃国宴重地，来人，轰出去！慢着！陛下，看来大夏还是有懂球的人啊。小兄弟，你说他踢得不好，那你觉得该怎么踢？他踢的是狗屎，你们北莽踢的更是一坨大的，只会用蛮力的土鳖。大胆！受死！李公子，话可不能乱讲。我北莽连进20球，你说我们是土鳖？难道不是吗？来，你刚才撞他的时候用的什么姿势？老子用肩膀撞的，怎么了？错，大错特错！看你这臀大肌，软趴趴的，核心力量完全没收紧。你刚才冲撞的时候重心太高了，力量是从腿部发起的没错，但没有经过腰腹核心的传导。啥大肌？臀大肌就是你的屁股，还有刚才那脚射门发力完全不对。你们踢球全靠小腿发力猛摆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所谓蹴鞠，是一项极度消耗体能，需要结合爆发力、耐力、战术意识和团队配合的竞技运动。看看你们选的这些所谓天才，一个个白白净净，腿上连块像样的肌肉都没有。哼，底盘不稳，重心漂浮，一撞就飞。这能叫球员？人体是一台精密的仪器，每一次射门都需要通过支撑脚的站位形成一个稳定的支点，踝关节的锁定，小腿的摆动，带动大腿的抽击，最后将力量传导到脚背。人体什么学？那倒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内功心法。还有你们这些防守战术，一个人拿球，其他人就在原地看戏，看大戏呢。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区域防守？懂不懂什么叫造越位？懂不懂什么叫 tiki taki？ 没有空间切割，没有三角传球网络，简直就是一盘散沙。
你这水平在我们那儿，连居委会大妈都能把你们溜成狗。黄口小儿满嘴胡言，我砍了你！住手！李凡，你刚才说的内功心法，懂得如何运用？陛下，这种花拳绣腿，臣实在看不下去了。若把大夏命运交给这群废物，必是亡国之兆。陛下若信得过微臣，臣愿接下这国家队主理人之职，只需3个月，臣亲自带队训练。3个月后，若大夏不能把北莽按在草坪上摩擦，臣李凡愿当众自刎，将项上人头悬于城门之上。疯了！李家这小子真的疯了！他一个连书都读不明白的纨绔，懂什么带兵踢球？这可是立军令状啊！李尚书，你快劝劝你儿子呀！好得很！大夏果然有种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满嘴胡言的废物怎么死在球场上。好，李凡听旨。臣在，朕即刻封你为大夏蹴鞠总教头，拥有全权招募训练之权。国库每月拨银3000两，作为球队用度。3个月后，若败，你提头来见；若胜，朕许你世袭罔帝侯爵之位，赏黄金10000两。臣领旨谢恩。3个月后，洗干净脖子等着，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蹴鞠。哎呦，我的腿，这草地太硬了。这破球怎么这么重？来人，给我换个用上等苏杭丝绸缝的球来。哎呦，哼，李坟那个疯子，还真以为当了个什么总教头就能翻天了。大家听我的，今天谁也不许练，就给他撂挑子。世子英明，等会儿他来了，咱们就给他个下马威。都他妈给我站起来！哟，这不是我们的李总教头吗？好大的官威啊！怎么，想让我们练你那个什么生物学，还是练劈叉呀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本公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兵部侍郎之子王腾。体脂率目测超过25%，脚步虚浮，核心力量约等于0。就你这小身板，上场不到3分钟就得口吐白沫。你敢羞辱我？不是羞辱你，是陈述事实。从今天起，你们所有人都被开除了。你疯了吧，李凡？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我们可是被钦点的国家队。我们走了，你去哪儿找人踢比赛？你难道真想3个月后提头去见皇上？这就不劳赵世子操心了。就你们这种娇生惯养的废物，留在球场上，不仅会输掉比赛，还会输掉大夏的尊严。带着你们的区区虎，给我立刻滚蛋！好你个李凡，有种！我看你一个人怎么凑起球队！我们走。少爷，您真把他们全赶走了？这可咋办啊？3天后就要向上头报备球员名单了，咱们现在连个守门员都没有啊！慌什么？破而后立。要打赢北莽那群肌肉棒子，靠这群只会吃喝玩乐的废物是不可能的。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野兽。野兽？少爷，您不会是想去西山抓老虎来踢球吧？抓你个头！去，把本少爷昨天连夜做的测试仪带上，跟我去城西。城西那可是贫民窟啊，少爷，又脏又乱，咱们去那里干嘛？去找天才。少爷，这里的人连饭都吃不饱，哪有力气踢球啊？你不懂，人在极度饥饿和生存压力下，往往能爆发出远超常人的身体潜能。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，极限的爆发力只能在最恶劣的环境中诞生。小兔崽子，站住！敢抢俺包子！跑！再跑快点！少爷小心啊，那狗咬人啊！闭嘴！你看他动作，前脚着地，
没有任何多余的缓冲，完美的起跑姿势，手臂摆动幅度极大，带动核心肌群发力，这是教科书级别的短跑摆臂，步幅惊人。在这么狭窄的地形里，他的每一次跨步都充满了弹性和爆发力。旺财，测速仪啊！少爷现在测啥速啊？你想干什么？他的包子钱我付了，那几条狗你带走，别再烦他。哎呦，这位爷，您早说呀！这就走，这就走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多谢恩公，这草药要救我娘的命，不能还你。恩公的钱，我林轩做牛做马，必定偿还。站住！要不要来踢蹴鞠？蹴鞠？恩公莫要拿我开玩笑，那是你们富家公子哥的消遣。我连饭都吃不饱，哪有闲情逸致陪你们玩？3个月后，大夏和北莽要举行蹴鞠决战，输了就要割让3座城池。我看中你的腿脚，我要你加入我的球队，替大夏出战。我一个贫民窟的叫花子，替大夏出战？恩公，你找错人了。我从来不找错人。你刚才的奔跑速度已经超越了所有我见过的所谓蹴鞠天才。你的肌肉类型被称为快肌纤维，天生就是为了爆发和速度而生的。快什么肌？不用懂这个词，看看这个。大夏国家蹴鞠队首席边锋职业合同：第一，只要你签下名字，立刻预支3个月的月钱，每月纹银100两。100两。第二，球队提供每日3餐，包括牛肉、羊肉、鸡蛋、牛奶，管够，必须保证足够的蛋白质摄入。第三，包食宿，家属可随军家属院。你娘的病，我请太医院最好的御医来治。一切医药费球队报销，算在医疗保险内。怎么样，干不干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就为了让我去踢那个什么蹴？不是蹴鞠，是足球，而且这不是施舍，这是一份职业合同。你出卖你的天赋和汗水，我支付你应得的报酬和荣誉，这是公平交易。但丑话说在前面，我的训练比地狱还要可怕。只要能治好我娘的病，别说是踢球，就算是下地狱我也干。好，签字画押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大夏超级战舰的第1个核心船员。来来来，排好队！不要看你们会不会足球，就看2样东西：第一，跑得快不快；第二，跳得高不高。预备，跑！不及格，速度太慢。原地起跳，用手摸木板，能留下白印的，直接进入复试。过来！姓名：城东杀猪的叫铁牛。好恐怖的下肢绝对力量，这简直是天生的中后卫啊！兄弟，想不想踢球？包管你天天有肉吃。踢球俺不会，俺就会撞人。以前在村里，野猪都能被俺撞翻。要的就是你能撞，恭喜你被录取了，签合同。速度够快，签了，你是边后卫。天生的后腰，这耐力能90分钟不带喘气的。李凡，这就是你找来的国家队？这简直有辱斯文，有辱国体！你这是在组建球队，还是在招安山贼？尚书大人，这您就不懂了。在你们眼里，他们是下等人，是粗鄙之徒；但在我眼里，他们是最完美的顶级运动员。蹴鞠从来不是王公的闲庭信步，它是一项属于男人的运动，是汗水与泥土的碰撞，是肌肉与速度的交响。从今天起，我这里只有战士。世子，您看，这群泥腿子是不是脑子有大病？整整3天了，连个蹴鞠的毛都没摸到，天天在那儿跑圈儿。
本世子还以为李凡有什么绝招呢，结果就是找一群叫花子练跑步。哼，若是跑步能赢北莽，那还不如去边关找几匹一马。就是，你看那个杀猪的傻大个，抱树乱撞，简直有辱斯文。我看这李坟凑不齐人，直接抹脖子谢罪得了。跑快点儿，再跑快点儿，20步折返跑。教练，俺真不行了，俺感觉腿里好像被灌了铅，又酸又疼。这叫乳酸堆积。你们以为北莽蛮子为什么能全场狂奔不累？因为他们的体能上限比你们高。当你们的肌肉开始燃烧，酸痛的想要放弃的时候，就是你们身体里的乳酸在作祟。乳酸那是啥？教练，俺是不是中毒了？那不是毒，那是你们软弱的证明。想要在球场上把北莽人撕碎，就必须打破这个临界点。这在我的家乡叫乳酸云阶突破。只要你们咬牙挺过这个酸痛的景点，你们的身体就会进化，你们的肺活量会暴增。等到决战那天，当北莽人累得像条尸狗一样吐舌头的时候，你们还能像草原上的狼一样全场飞奔90分钟。老子绝对不能在这里倒下！跑啊，兄弟们！拼了！为了每顿能吃上红烧肉！继续！都给我吃！把这些高蛋白全给我塞进胃里！兄弟们，体能决定了我们的下限，但战术决定我们的上限。今天我们来讲讲空间几何与三角传球。教练，啥是空间？认真点儿。铁牛，我问你，你在案板上砍猪大骨的时候，是一刀乱剁，还是顺着骨缝下刀？那肯定是顺着骨缝啊！他没事，只好只要顺着骨缝轻轻一踢，肉就下来了。聪明，球场就是那头猪，北莽的人就是那难啃的骨头。如果我们像以前一样，一个人拿球，其他人看着，那就是在乱剁。北莽蛮子身体比我们壮，1对1硬碰硬，我们必死无疑。所以，我们要用刀锋去切割他们的防线。这就是我们的刀锋传球网络。林轩、猴子、水鬼，你们3个在球场上的任何时刻，无论球在谁脚下，另外2个人必须立刻跑到能够接应的位置，形成一个三角形。三角形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几何结构。只要你们形成三角形，拿球的人永远有2个出球点。记住我的最高指令，拿到球一定要比人快。林轩，我知道你跑得快，在贫民窟里没人能追上你，但在这里，如果我不让你带球，你绝对不允许自己带球超过3步。拿到球，立刻传给三角形的另一个点，然后你自己空跑去下一个空间接应。教练，如果我能直接用速度过掉他们呢？为什么还要传？好问题，因为北莽人有11个，你过得了1个，过得了3个吗？就算你过了3个，你的体消耗尽，最后射门那一下还会稳吗？林轩，你的速度不是用来跟别人硬碰硬的，你的野性速度要在最后致命一击的空当里爆发，这叫无球跑位，打群架懂不懂？这个俺懂，街头火拼嘛。对，对方10几个壮汉围过来，你林轩一个人冲进去就是送死。所以铁牛和水鬼要在旁边扔板砖干扰，把对方的阵型打散，露出缺口。这个时候，你再利用你最恐怖的速度，像刺客一样从那个缺口插进去，一刀毙命。教练，你早这么说，俺不就懂了吗？不就是溜猴拉扯，然后趁乱下黑手吗？粗俗，
但理遭话不遭。走，去球场，今天开始有球训练。林轩、猴子、铁牛，你们3个一嘴。我防守，一脚出球，停球超过1息，晚上就没饭吃。猴子接球，太慢了，传球意图太明显。林轩，你刚才接球的时候为什么原地站着？接球前就要想好下一步传给谁，接球的瞬间身体就要完成转身。再来，观察后传球，跑位形成新的三角形。不要看球，看人，看位置。猴子，完美的3点联动。这是我踢出来的，好球！这就是 Tiki Taco 结合速度的威力。林轩，当你学会用脑子踢球的时候，你的速度就是大夏国最锋利的刀。那是他踢出来的球。世子，我怎么感觉刚才那球如果砸在我身上，我会死？巧合，绝对是巧合。几个叫花子乱传几脚，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蹴鞠考的是底蕴，是绝技，他们这种蛮力怎么可能赢得了比赛？固步自封，大夏的超级战舰已经点火了。吃，都给我敞开肚皮吃，这可是上好的草原黄牛肉。教练，这肉真他娘的香啊！俺铁牛活了20多年，第一次知道肉是可以随便吃的。少废话，吃完这顿，下午加练10组负重冲刺跑。好嘞。哟，吃的挺香啊，可惜这是你们最后一顿了。王公子，我记得半个月前就把你开除了，怎么今天来应聘啦啦队的？李凡，休得放肆！本官乃礼部侍郎刘宗耀，奉内阁辅臣及兵部、户部联名核准，特来宣读公完。查左翼蹴鞠总教长李凡招募市井无赖屠夫窃贼入营，有辱国体，且每日耗费巨资购买大量酒肉，糜费国库，实乃荒唐至极。为正视听，断绝该营一切粮饷之应，停发所有球员阅历，并收回皇家训练营场地。钦此。啥？断粮了？凭什么？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训练，跑到腿抽筋，我们在为大夏流汗，凭什么断我们的粮饷？哪儿来的地痞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就凭你们这几个叫花子，也配代表大夏出战？哼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河！李凡，你不是牛吗？现在国库1分钱都不给你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养这群饭桶。俺打死你们这群王八蛋！退下！好，场地我们不要了，钱我们自己赚，带着你们的人滚出去！自己赚，就凭你这个京城第一败家子儿？李凡，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，在京城没有我们几个世家的点，一个肉包子都买不到。我们走着瞧，3天后本公子等着看你们饿死街头。教练，对不起，是我们连累了你。如果我们也是贵族世家，他们就不敢。放屁！在老子的球队里，只有强者和弱者，没有贵族和平民。教练，没钱买肉咋练啊？俺一不吃肉腿就转筋，要不俺们去码头扛大包，赚钱给兄弟们买肉？就是，俺去杀猪，
一天杀10头，总能换点肉回来。都给我闭嘴！扛包，杀猪。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现在的身份？你们是大夏唯一的希望，你们是顶级的职业运动员。在我们那个时代，顶级的球员从来不需要靠出卖苦力来赚钱。他们的名字，他们的比赛，本身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值钱的金矿。教练，比赛还没开始，谁会给咱们钱啊？兄弟们，收拾东西，给我3天时间。我不光要让你们顿顿吃上极品肥牛，我还要让整个京城的权贵跪着把钱塞进我们的口袋。谁敢擅闯？哎呦，李大少爷，李少爷，您要是喝酒，小店欢迎；但若是借钱，上面发了话，谁敢资助您的球队，就是跟世家作对呀。老金，格局小了哦。我今天不借钱，我是来给你送一场泼天富贵的。瞧您说的，您现在都被赶出皇家营地了，哪里来的富贵？老金，我问你，你这醉仙楼每天最发愁的是什么？自然是客流，时刻都去听戏逛窑子了，包间全空着，亏钱啊！如果连空档期都天天爆满，流水能翻几倍？这怎么可能？除非您请天下第一名角来唱戏。唱戏算个屁！我要给你带来的是更疯狂的引流。第一步，我要卖给你大夏重炮队训练赛的独家文字转播权。啥转播权？很简单，我们球队现在搬到了城西荒地训练，每天下午都会进行极其激烈的对抗赛，那是你们从来没见过的全新蹴鞠，充满冲撞、绝杀、战术配合。我会花钱雇佣10个退役的边关烽火台祈雨兵，一个人站在我们比赛的场地边，一个人站在你们醉仙楼最高的楼顶，中间相隔5里地，我会设立3个高台。我们在那边比赛，只要有人进球、过人、犯规，场边的祈雨兵立刻挥舞不同颜色的旗帜，红色代表射门，蓝色代表传球，黄色代表犯规。祈雨一站一站传过来，只需要不到半炷香的时间，你们9楼楼顶的祈雨兵就能收到消息，然后你花钱请京城嘴皮子最溜的说书先生，在大堂里同步将祈雨翻译成故事，当场解说比赛。李少爷，这能行吗？食客们连个人影都看不见，就听个说书先生瞎嚷嚷，他们能买账？你太小看人类对于未知和竞技的渴望了。人类的骨子里就藏着嗜血和争强好胜的基因，只要解说够有激情，只要我们比赛的悬念够大，他们不仅会买账，还会疯狂的买酒买肉，为自己喜欢的球员欢呼。这叫注意力经济，你赚的就是他们坐在这里听球时的酒水钱。好，这个独家转播权我买了，我要付多少钱？转播权我免费送你。免费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要卖给你的是第2样东西，球衣胸前广告赞助。明天开始，我的球员11个人，他们穿的衣服上我会用金线绣上醉仙楼3个大字，而在你们9楼的说书先生每解说一句话都必须带上你们的名字，比如醉仙楼赞助的林轩接到了球，醉仙楼重炮队进球了。我要让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，那支在场上如同野兽般厮杀，让人热血沸腾的球队穿的是你们醉仙楼的名字，这就叫品牌效应。我买！李少爷，您快开个价！这3个月的独家冠名权，加上球队的伙食赞助，我要的不多。醉仙楼每天下午申时到虚时的酒水净利润，我要抽成5成。5成？嫌多？那我现在就去找别家老板。别，5成就5成，成交！我这就让人准备契书。王腾，你不是喜欢玩吗？我陪你玩到底。
红旗3下，蓝旗1下，黄色大旗挥舞。各位看官，比赛开始了！就在刚刚，城西荒地，由咱们醉仙楼独家赞助的重炮队遭遇了晋军后备队的凶猛围抢。晋军大汉企图用身体撞翻咱们醉仙楼的林轩，但见那林轩不闪不避，脚下踏出凌波壁步，一个巧妙的转身，人球分过，蓝旗坏动，那便是传球信号。却见那男子没有贪功，他一脚长传，皮球犹如流星赶月，直飞晋军后场。哎呀，你倒是快说啊！谁接到了球？晋军那帮孙子防住没有？接球的是屠夫铁牛。醉仙楼的铁牛犹如一头狂暴的野猪，面对晋军3人的包夹，他毫不退缩，硬生生撞开了一条血路。起脚了，铁牛在距离球门20步的地方拔脚怒射，球进啦！小二，全场酒水，本公子买单。中场5-0，重炮队大胜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公子，李凡搞了文字直播，酒楼今天赚疯了。什么？比赛还能这么卖钱？这李芬他妈的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打赢比赛，晚上全牛宴，跟着教练混，顿顿有肉吃。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？王公子，听说你们兵部最近经费紧张，这锭金子就当是我赏给你的，拿去买点补脑子的核桃吃吧。兄弟们，爽不爽？好！从今天起，在京城发行第1批球员签名卡。后天，我要卖球队的周边的同款球星，我要把你们堆成大夏国最耀眼的球星。铁牛，注意防守位，不要像个憨豆一样跟着球跑，封锁他的内切路线。猴子，回防！你现在的身份是左边后卫，不是街头小偷，别光想着去偷球，卡住内部空间。哟，李总教头，几天不见，怎么在这乞丐扎堆的臭水沟里玩泥巴呢？停，集合！赵世子，这么大阵仗来找茬？放肆！李凡，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！你在醉仙楼搞的那个什么文字直播，妖言惑众，把整个京城弄得乌烟瘴气。今天世子带着咱们大夏正统的黄龙骑兵速决队来教你做人。李凡，这套球衣乃是本世子请神逼符用西域玄铁混合天三丝连叶打造，刀枪不入，轻便无比。我们脚下的球鞋鞋底嵌了玄金钉，抓地力冠绝天下。而你找的这群泥腿子，连一套像样的行头都没有。3个月后的正式比赛，本世子看你根本撑不到那时候。今天咱们来一场死斗，要是你输了，立刻给本世子跪下磕头，然后滚出京城，把醉仙楼的转播权双手奉上。小白脸，你说谁是泥腿子？退下。老金，你快来看看大夏国的绝世天才！
你笑什么？本世子这身装备价值3000两白银。我笑你是个绝世大冤种。赵婷，你是不是缺心眼儿？这可是竞技运动，需要的是极限的灵活性、铅量化和散热性。你在大热天穿一身铁片子来踢球，还金丝云头鞋，你嫌自己的膝盖碎得不够快吗？胡说八道，这叫坚不可摧。世子，别跟着败家仔废话，直接开踢，用实力让他们闭嘴。好，李凡，废话少说，开球。兄弟们，有人送上门来给咱们当沙袋，你们说怎么办？踢爆他们！很好，听着，今天我们不用和他们对攻，对付这群自我感觉良好的大冤种，老子送他们一套无敌战术——大夏铁桶阵，5-3-2极限防守反击。列位看官，最新前方飞报，长兴侯世子穿着3000两白银的玄铁战甲来踢馆了。重炮队总教头李凡居然摆出了一个叫5个大内总管的奇葩阵营，5个后卫在门前一字排开。接球，给本世子撞碎他们！白鹤亮翅，给老子闪开！区域防守，关门！球是我的了。传球，后场组织。该死，把球抢回来！龙骑兵队，给我全线压上，用身体撞死他们！彩蝶穿花，龙腾万里，猛虎下山。花拳绣腿，在我这套防守体系面前毫无卵用。累死本少爷了。世子，不行了，俺脚底板都磨出水泡了，坚持住！他们也快不行了，这群穷鬼只是在硬撑。兄弟们，表演结束，重炮队全线反击！林轩，给老子撕碎他们！林轩，拦住他！那是人是鬼？给我停下！少爷小心，他们犯规！在绝对的动能面前，内功也是个弟弟。支撑脚站稳，锁定踝关节，利用动力链传导。世子！你们凭什么瞧不起穷人？给我进！球进了！林轩太牛逼了！大夏重炮，天下无敌！快挥红旗，挥10次，告诉醉仙楼绝杀了，一脚把墙踢碎了。列位看官，绝杀了！城西荒地飞报，林轩上演70米长途奔袭，世子赵廷动用鹰爪功犯规，被林轩当场撞飞3丈远，当场狗吃屎。林轩一记大前重炮，轰隆一声，把3寸厚的实木大墙轰得粉碎。
足球穿透大墙，砸断了3棵大树。重炮队1比0干爆了皇家龙骑兵。林轩牛逼，重炮队牛逼，李总教头牛逼！穿3000两银子的玄铁衣去挨揍，这世子简直是天字第1号大圆拐呀！赵世子，感觉怎么样？听说这衣服挺防弹啊，可惜了。李凡，你别得意。我为什么不得意？今天这脚只是个开始。你们不是觉得高人一等吗？回去告诉你们家里的那些老头子，大夏的土地轮不到外邦来割，大夏的绿茵场更轮不到你们这群软脚叔。3个月后，老子会带着这群你们眼中的泥腿子，在万众瞩目之下，把北莽那群蛮子干碎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要让整个大夏的人都知道，在绿茵场上，不看出身，不看血统，只看谁实力硬。林轩、铁牛，把装备收一收，咱们晚上醉仙楼全牛宴！教练万岁！救命啊！教练，救命啊！教练，快救救我！林公子，你昨天那一脚简直踢进了奴家心里啊！林少侠，这是奴家亲手为你熬的乌鸡汤，你喝一口吧。林轩，我要给你生火！各位姑奶奶，你们别这样，俺还要训练。教练，快救我！我操！都给我让开！太可怕了，教练，他们居然想脱俺裤子！凭啥呀？俺昨天也进球了，为啥没人给俺送烧鸡？俺铁牛也想要被姑娘围着呀！你没他长得帅。旺财，马上联系京城最大的印刷坊，把林轩昨天射门那个姿势画下来，印成1万张限量版球星卡。还有，联系裁缝铺做1000件印着大夏重炮林轩同款的训练服。少爷，这能卖得出去吗？废话，外头那些女人现在正处于智商归零狂热期，别说衣服了，你就是把林轩擦汗的布条拿出去，他们都能抢破头。把粉丝送的慰问品全收了，给兄弟们加餐，这就是咱们实力的证明。饭桶！大夏国那群世家废物全都是饭桶！穿着玄铁衣，还能被一个叫花子一脚踢飞？大人息怒，大夏那支重炮队确实有些古怪。那个叫李凡的纨绔，不知道用了什么妖术，短短半个月，竟然让一群泥腿子的体能和力量暴增。特别是那个叫林轩的，探子来报，那小子那一脚射门，直接轰碎了3寸厚的实木大门。这种恐怖的爆发力，就算是我北莽第一勇士，也未必能接得住。汉郎听令，属下在。我不管那个李坟搞什么鬼把戏，比赛之前，我要那个林轩，要么变成我们的人，要么变成一个死人。带上这500两黄金去收买他。一个穷叫花子没见过世面，金子足以让他倒戈。如果他敬酒不吃，吃罚酒，这瓶化骨散无色无味，你想办法让他喝下去，不出3天就能变成废人。大人放心，属下最擅长的就是摧毁所谓的天才。还有，想办法搞清楚他们那个什么铁桶防反战术的破绽。我要在正式比赛那天，当着大夏皇帝的面，让他们颜面扫地。哎呀，这位就是威震京城的林少侠吧？久仰久仰。你是谁？这里是重炮队封闭训练基地，闲人免进。林少侠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是个商人，有人出500两黄金想买你的一双腿，只要你在2个多月后的正式比赛里装作旧伤复发上不了场，这500两黄金就全是你的了。哼，怎么样？只要你点点头，不仅这金子是你的，我这里还有一瓶西域进贡的神力水，你喝下它，保证你
你干什么？500两黄金，真他娘的多！但你不知道，我这条命，我娘的命，是李教练给的。在你们眼里，我是个穷鬼，但在教练眼里，我是大夏的剑。收起你的臭钱，滚！再敢靠近基地半步，我踢碎你的脑袋！哟，财神爷你怎么坐地上了？李凡，林轩，干得漂亮，抵挡住了金钱的诱惑。北莽的探子吧，易容术不错，可惜你身上的阳山味太重了，隔着800米我都能闻到。找死！铁牛上！给俺砸！再动把你切成糟子！要杀便杀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那太便宜你了。再说了，我们可是正规的职业球队，怎么能干杀人越货的勾当呢？这金子我没收了，就当是你们北莽赞助我们大夏重炮队的活动经费。回头在球衣袖口给你们绣个北莽冤大头的广告。猴子，把他放开！教练，放了他，他可是来下毒的呀！听我的，放开。你干什么？兄弟，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。我知道你是呼延狂派来的，你回去告诉他，林轩不吃软的。但没关系，我这里有一份我们重炮队的终极战术阵型图。你别以为我真的是在帮大夏，皇上连军饷都不发，我凭什么卖命？这份阵型叫9宫8卦冲锋阵，里面详细标注了我们每个人的跑位和唯一的防守死角。你把这个拿回去交给呼延狂，换个升官发财，咱们各取所需。这小子果然是个见钱眼开的纨绔，他是在两头吃回扣。李公子果然是个聪明人，这份大礼我收下了。教练，你糊涂啊！你怎么能把咱们的战术图给他？林轩，你平时训练还是不够认真啊！那特那么画的根本不是什么防守路线图，那是什么？那是老子凭记忆画的现代篮球的砍杀战术加美式橄榄球的4分卫长传图，而且中路那个所谓的死角漏洞是我故意留下的口袋阵。北莽那帮蛮子只要敢信这张图，顺着中路突破，我保证他们会陷入被你们3个大汉同时关门夹击的地狱。这就是情报战。不过这只是开胃菜，北莽人身体素质太强了，光靠战术容错率太低，要确保万无一失，我们必须在正式比赛前从生理和精神上彻底摧毁他们。今天晚上战术课取消，我给你们上一堂硬核和生物学课，无法睡眠与肌肉溶解的因果关系。听好了，人体的肌肉在白天高强度的训练后会产生微小的撕裂，而修复这些撕裂，让肌肉变得更强壮，必须要在夜间的深度睡眠中进行。这个时候，身体会分泌一种叫生长激素的东西。如果没有足够的深度睡眠，身体不仅不会修复肌肉，反而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。皮质醇这玩意儿会直接分解你们的肌肉，会让你们第2天四肢无力，反应迟钝，甚至暴躁易怒。一句话总结，没有好睡眠就是一滩废铁。教练的意思是，我们要去给北莽的使馆下蒙汗药？下药太低级了，而且容易被查出来。我们要用阳谋，合理合法的阳谋。旺财，拿着贪狼送来的金子去给我雇人，把京城里红白喜事吹唢呐的班子、唱大戏的花旦，还有打更的更夫全给我重金包下来，再把咱们那些狂热的女粉丝也组织起来，成立大夏重炮广场舞后援会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给我去北莽使馆门前进行为期3天3夜的文化交流演出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特别的速度，星星火出啊！重炮必胜，林轩最帅，北莽必败！你们找死吗？敢在
使馆门前喧哗！来人，给我把他们全抓起来！呼延大人，切莫动手。大夏律法，夜市不宵禁，百姓自发庆祝节日，唱戏祈福，乃是民间习俗。使馆外属于大夏街道，只要他们没冲撞使馆，我们无权抓人啊！你们好，我们不睡了，我们塞住耳朵。教练，皮质锤理论极效了。别急，我要把他们的生物钟彻底粉碎。大人，我想回家。呼延大人，昨晚睡得可好啊？李凡，这就倒下了，比赛还没开始呢。哼，走，去球场，抓紧最后的时间训练，趁他们病，要他们命！哎呦喂，俺的亲娘嘞，这怎么顶得过呀？都给我起来！教练，真不是俺们不努力啊！这帮北莽人平均身高比咱们高出一个头，而且一个个壮得像头熊。只要球一飞到半空中，咱们根本抢不到第一落点。是啊，教练，俺跳起来踩到人家胸口，这要去禁区争顶，俺直接散架了。都站起来！现代足球里，如果一支球队没有身高优势，那在禁区内的阵地战简直就是灾难。北莽队只要在球门前摆上4、5个1.9米以上的巨汉，大夏重炮队那些精妙短传渗透，最后都会变成撞在铁墙上的死路，硬碰硬，必死无疑。那咋办？教练，要不咱们也踩高跷上场？哎呦，踩你个大头鬼！你当是逛庙会呢？既然禁区里面进不去，那我们就在禁区外面解决战斗。林轩，你的右脚爆发力是全队最强的。教练，只要你一句话，俺就算把腿踢折了，也绝不皱一下眉头。这种球简直是垃圾中的战斗机，表面太光滑，空气阻力小，根本踢不出强烈的旋转。走，旺财，带上银子，跟我去京城最好的皮匠铺。林轩，你继续练，晚上我来找你。李大少爷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您要拆了老府的铺子吗？老鲁头，别废话，我画的图纸你看懂了没有？李少爷，您这画的啥呀？这6边形的皮子还有5边形的皮子，这怎么能缝成一个圆球呢？自古以来，簇足都是8瓣瓜的形状啊！自古以来的东西要是管用，大夏就不会被北莽按在地上摩擦了。听好了，这叫截角20面体，我要你用20块正6边形和12块正5边形，给我把这个球缝上下来。这所有的接缝给我往外翻出一点点微小的凸起，我要在这个球的表面增加绝对的摩擦颗粒。可是，少爷，这样表面坑坑洼洼的，球踢出去就不走直线了。老子要的就是它不走直线。3个时辰，天黑之前给我做出来，做不出来，我砸了你的天宫阁。黑反！教练，咱们非得在下暴雨的时候练吗？这泥地太滑了，根本站不稳。就是因为滑才要练。3天后的决战，谁也不知道天气如何。北莽人底盘稳，下雨天对他们影响小，但对我们来说，只要掌握了这门绝技，这雨天就是我们最大的主场。看到那堵墙了吗？如果明天这是北莽的后卫，你怎么办？俺可以用速度过掉他们。如果他们根本不给你机会呢？过不去，那就绕过去。林轩，今天教练给你上大夏历史上的第1堂空气动力学课，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，这招叫马格隆斯效应。啥马子？别管名字。不是用脚尖捅，是用脚内侧摩擦球的侧下方。
教练，踢偏了。拐弯了，球在半空中自己拐弯了。这就是足球的魅力，只要你能踢出急速的旋转，空气就会成为你的帮手，这叫圆月弯刀。只要你学会了这一招，北莽人长得再高再壮有什么用？他们能跳起来挡住直飞的球，但他们能挡住从他们背后绕过去的球吗？教练，教俺要学这个圆月弯刀。好，今晚不踢出完美的弧线，谁也不许睡觉。太直了，脚腕没锁死，力度不够，像个娘们儿一样。俺是个穷小子，俺不是孬种，俺不是。有了，还不够，弧度还不够致命。等一凡，圆月弯刀虽然厉害，但只要守门员反应快，判断出弧线轨迹，还是有极小的概率能扑出去。为了保证决赛万无一失，我还要教你第二套必杀技。还有更厉害的。如果说圆月弯刀是急速旋转的艺术，那么这第二招就是绝对不转的恐怖。这次不要正脚叫，找到球最硬的这个点，狠狠的、干脆利弹的抽上。记住，接触瞬间立刻收腿，要让球完全不旋转。不旋转？那不是直来直去的废球吗？直来直去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这太好接了。我操！这他妈是什么？它怎么会掉下来？这就是电梯球，它的轨迹连上帝都无法预测。当北莽的守门员以为这球要飞出横梁时，它会突然下坠，直接砸在他们的脸上。圆月挽刀加上电梯球，这两大外挂就是我为你打造的绝世双刃。距离天亮还有4个时辰，林轩，大夏的国运，3座城池的百姓，现在全在你这只右脚上了。林轩，脚还能撑住吗？就算脚断在球场上，俺也要把那帮蛮子轰烂！好兄弟！兄弟们，武器已经上膛，现在跟老子去教教那群蛮子什么特么的实力！对必胜，拿下万岁，把蛮子踢回老家。陛下，希望等会儿比赛结束的时候，他们还能叫得这么大声。话别说得太早，鹿死谁手，有未可定。是吗？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。双方球员入场。这他妈是什么？哟，李教头，你们大夏是没人了吗？找了一群叫花子来送死，我劝你们现在就投降，免得待会儿球场上缺胳膊断腿，不好向你们的父母交代呀！胡延狂，你昨晚没睡好吧？黑眼圈都快掉到下巴了。别以为长得壮就能赢球，在这个场子上，脑子是个好东西。
可惜你们北莽人没有。死鸭子嘴硬，等会儿我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绝对的力量。李教头，这球怎么坑坑洼洼的，不合理智啊！什么理智？能踢进门的才是好球！赶紧吹哨！顺着中路给我凿穿他们！完了，中路怎么没人防守啊？这李凡到底在干什么？关门，打狗，守网。给俺留下吧！球断下来了，大夏队断球了，反击！快拦住那个兽猴！找死！挑射！大夏威武！好一个关门得狗，好一个绝地反击！假的，假的，这张图是假的！李凡这个王八蛋，奇耻大辱，奇耻大辱！战术取消，不要管球，给我灌人，把这群软骨头一寸一寸碾碎，不惜一切代价！你找死！裁判，犯规！瞎了你的狗眼吗？没看到他们是对人不对球吗？合理冲撞，比赛继续！你大爷的合理冲撞！铁牛！小瘦猴，你再跑一个给大爷看看！给我破门！进球有效，北芒队得1分。太欺负人了，这根本不是蹴鞠，这是打人啊！李教头，换人吧！再踢下去，咱们的队员会被活活撞死的！哈哈哈哈！这就是大夏的实力，不堪一击！你们的土地将全归我北莽！把球给我！拦住他，锁死他的突破路线，击溃大夏最后的底气！李轩，传球，快传！俺不能退。好胆！李轩，队医，队医！别去！裁判，
们换人！不，教练，不能换！教练，你答应过俺的，只要俺签字，你就给俺娘治病，你就让俺上场打蛮子。你不要命了吗？命算什么？教练，你的命在权贵眼里不过是赌局筹码，他们输得起，百姓输不起。那城里的百姓都是拼命活着的普通人啊！俺若是退了，百姓便再无家可归。大夏的土地，寸土不让！好一个寸土不让！大夏男儿当如是！寸土不让，寸土不让！所有人听令！放弃所有防守，放弃所有战术，全军突击，全攻全否！就算是用骨头撞，也给老子把球送到林轩的脚下，听懂了吗？只差最后一击了。全军突击！兄弟们，都听见了吧？找死！给我撞碎他！水鬼球来了！王瘸子，他是主力！什么假动作？嘿嘿，你们是不是忘了俺？嘟！进球有效，2比2，平局，平了！你们是大夏的骄傲！哈哈哈哈哈！大夏皇帝陛下，平局又如何？别忘了我们的赌约，大夏必须在球场上战胜我北邦，才能保住那3座城池。平局依然算你们大夏输。时间还剩多少？陛下，香快燃尽了，只剩半盏茶的功夫了。防守，全员退守半场，只要撑过这半盏茶，雁门3城就是我们的了。太卑鄙了！有本事堂堂正正的踢啊！蛮子就是蛮子。对方全线退防，没有空间了，根本打不进去。俺说过，大夏的土地寸土不让。林轩，别冲动！小瘸子还想抢球？断球了！拦住他，别让他起脚！恶意犯规，大夏队获得前场任意球。林轩，时间到，大夏队最后一次进攻。哈哈哈哈哈！来呀，大夏的废物们，踢呀！老子就站在这里让你们踢。这要是能进，老子当场把这个球吃下去。大局已定，大夏皇帝陛下，准备交割城池的印记吧。
按来，按力气大！你不行，球会被弹飞的。球，给我！李轩，你不能再踢了！林轩，忘记你的伤，忘记那堵墙，用我教你的方法去创造大夏的神迹，告诉他们什么叫马格努斯效应。他要干什么？那么远的距离，他一条废腿还想发力，虚张声势。大夏，由俺来收获。踢飞了，踢偏了！完了，彻底完了！陛下，胜负已分，贵国的这最后一脚，真是踢出了我北邙草原的宽广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还没结束。那是什么妖术啊？我操！球自己拐弯进了，进了！都给我哭，给我喊！进了！林少玄是大夏的神，大夏万岁！冲炮队万岁！球还会拐弯啊！我的老天爷！虎眼狂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我大夏儿郎，北邙若敢踏入半步，朕便让你们有来无回！这不是人踢的，这不是真的！臭小子，这风头全他妈让你一个人抢光了！绝对不可能！球怎么会自己在天上拐弯？妖术！大夏人会妖术！无言，怎么？贵使到现在还觉得我大夏无人吗？外臣服了。北邙输得心服口服，大夏蹴鞠。天下无敌，3座城池原物奉还。我北邙铁骑10年内绝不踏入大夏边境半步。传朕旨意，今日全城同庆，开国库，赏赐重炮队。太医死哪儿去了？快滚过来给老子救人！李教头，这位小英雄的腿部经脉受损严重，肌肉撕裂，这可是强行发力导致的啊！若是不好好调理，恐怕以后……我不要听恐怕！用最好的药，
也得把他的腿给老子接好！是，微臣定当竭尽全力。教练，李轩他不会有事吧？放心，这小子命硬，他可是大夏的英雄。兄弟们，今天你们都是英雄。走，去太医院守着林轩，等他醒了，老子包架醉仙楼，吃他娘的石头牛！吃石头牛！李总叫来，陛下有旨，宣您与重炮队全体功臣即刻前往太和殿论功行赏。臣李凡携大夏重炮队全体叩见陛下。免礼，平身，快平身！李爱卿，你今日可是为我大夏立下了不世之功啊！那北莽蛮子平日里嚣张跋扈，今日却被你们在绿茵场上踢得跪壁求饶，痛快，太痛快了！还有你们，虽然出身危寒，但面对强敌，寸土不让。你们才是我大夏真正的铁血男儿。草民不敢当，都是教练教得好。有功必赏，兵部尚书何在？老臣在。传朕旨意，重炮队队员林轩提出惊世绝杀，力挽狂澜。虽此刻在太医院养伤，但朕心甚慰，特封林轩为正四品御前带刀护卫，赏黄金1000两，赐宅邸1座。其余队员皆封正6品校尉，赏白银100两，入禁军教导营。陛下，蹴鞠乃游戏之计，林轩等人虽有功，但毕竟是世行草民，目不识丁，粗鄙不堪，直接封为4品大员，这有违祖制啊，恐难以服众。是啊，陛下，若开此先例，以后天下人岂不是都去踢球，没人读书练武了？两位大人，你们说林轩粗鄙不堪，难以服众。那请问刘大人，半个月前北莽使臣在国宴上叫嚣的时候，是谁躲在桌子底下不敢出声？是谁带着你们口中那些知书达理、出身高贵的世家公子，穿着3000两白银的玄铁衣，被我们在荒地里踢成了狗吃屎？李凡，你休要猖狂！我猖狂怎么了？老子有猖狂的资本。大夏的江山，不是靠你们在这大殿上背几句四书生生就能守住的。是林轩用他那条断掉的腿守住的，是铁牛用他的血肉之躯挡住的。哼！你们说踢球是游戏，那今天这个游戏赢回了3座城池。你们这些读圣贤书的，谁能用笔杆子把城池给我赢回来？好，李爱卿说的，我大夏从今往后，不论出身，只看战功。谁敢再拿出身说事，朕绝不轻饶。李凡，你运筹帷幄，用奇门兵法大败北莽，居功至伟。朕今日要重重的赏你，朕欲封你为永圣侯，世袭罔替，赐免死金牌1面，10亿万户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磕头谢恩呐！陛下，微臣不能受此封赏。李爱卿，你说什么？你不愿做这永圣侯？回陛下，微臣不想做侯爷。哼，
当个侯爷，整天在这朝堂上和这群老头子吵架，太没意思了。放肆！陛下恕罪，犬子口无遮拦。哦，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只要朕能给，朕都答应你。陛下，微臣不要高官厚禄，微臣只求陛下恩准一件事。微臣要在整个大夏的版图上成立大夏超级联赛。大夏超级什么赛？陛下，各位大人，今天这场决战，你们看到了什么？你们看到了热血，看到了国家尊严，但这只是冰山一角。我看到的是一座座源源不断喷发金银的超级金矿，是一条能让大夏国富民强、彻底打破阶级固化的通天大道。第一，联赛制度。微臣提议，由朝廷牵头，在全国13个州府成立职业蹴鞠俱乐部，比如京城叫大夏重炮，江南叫扬州画舫，西北叫边关铁骑。这13支球队每年进行主客场双循环比赛，决出最终的天下第一。第二，门票经济与转播赞助，每场比赛向百姓售卖门票，同时继续采用我们和醉仙楼合作的烽火台文字直播模式，将转播权卖给全国各大酒楼茶馆。球队的衣服上可以绣上商号的名字，比赛的场地周围可以挂满商铺的招牌，这叫商业赞助。所有这些收入，3成归俱乐部，3成用于球员薪资，剩下的4成直接上缴国库。第三，青训体系与平民晋升，我们不仅要在成人中选拔，还要在全国各地的县城乡村建立青训营，专门招募那些像林轩一样出身贫寒但有天赋的孩子，给他们饭吃，教他们踢球，教他们战术。只要你跑得够快，踢得够准，无论你是杀猪的、种地的，还是扫大街的，你都可以穿上球衣，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。你可以凭借自己的双脚赚取合法的财富，赢得社会的尊重。从此以后，大夏的绿茵场将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战场。没有世家特权，没有走侯门，只有绝对的实力。这是何等奇思妙想！陛下，如果真如李凡所说，单是京城一场比赛的门票和赞助就不下10万两白银呐！13个州府，这是何等庞大的税收啊！陛下，球员若换上战甲，就是最精锐的重装步兵。李凡啊，李凡，朕以为你是个将才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个惊天畏地的治国奇才。全国13州府全力配合。微臣领旨谢恩，定不负陛下重托。教练！林轩，你个臭小子不要命了！谁让你乱动的？陛下，草民刚才在殿外都听到了。草民谢陛下隆恩，但草民不愿做正四品带刀护卫，也不想入朝为官。为何？这可是天下人梦寐以求的官职。因为俺是个球员，俺的命是教练给的，俺的球技是教练教的。离开绿茵场，俺就只个没用的瘸子。如果教练要建那个什么超级联赛，那俺林轩愿一生追随教练。俺要在大夏的球场上踢到跑不动为止。这永胜侯你不当也罢。朕准了，即日起由李凡全权负责筹建大夏超级联赛，授李凡大夏蹴球总办之职，位同2品，直接对朕负责。
球鞋，铁牛同款发带，快来买呀！小家伙，想踢球吗？想，我想像林大将军一样，一脚把球踢出弧线，赚大钱，给我娘买大房子。有志气。拿着这个，去城西的大夏重炮青训营报道，就说李校长让你去的。只要你跑得够快，以后这片绿茵场就是你的天下。谢谢李校长。林轩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